会单纯的认为，就凭我就敢私通日本人吧？那些钱跟房子，我只是代管。他真正的主人，你应该会很关心吧？您觊觎那个处长的位子那么久了，您以为您把事儿做好了，那个位置就是您的啦？您想要那个处长的位子，非得他同意不可。您抓我容易，得罪他就不好了吧？里面请。今天终于肯见我了，瞧你，别像一个见不到先生的女人那么幽怨。一个没有了国家的人抓起救命稻草来，只会比女人更凶吗？快说，你从那德国人知道了些什么？东条英机取代了近卫文磨，做了首相之后，美国人就跟日本人一直在谈判，谈什么？先生，您要点什么？来杯酒。好的。罗斯福就是想拖延时间，积极备战。不过日本呢，未尝也不是这种想法，也想争取到时间加入到这场世界大战中。5月份，德国占领了法国，日本就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。因为希特勒把英国和美国的注意力全吸引开了，日本借机掀翻了荷兰殖民政府在印尼的控制，把印尼的石油开采。先生，您的酒。把印尼的石油开采权紧紧地抓在了手上，同时占领了缅甸。接下来切断滇缅公路。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国民政府靠外资资助的那些物资的路线就被彻底掐断。如果这个计划实施成功的话，日本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就算是确立了。不过希特勒倒是很希望日本能够加入进来，因为一旦美国参战了，日本人会把美国人困在太平洋上。最近好像斯大林跟希特勒的关系不太好，有可能会撕毁苏德互不侵犯的条约。我想斯大林接下来会跟日本签一份这样的条约，因为他肯定不希望一方面对付希特勒，一方面再对付日本，这样消耗太大了。王，你不要拿这些无聊的消息敷衍我。我真的只知道这些。看来还是老规矩，要同你交换才行。你有什么新鲜玩意儿？我有蒋介石和共产党的消息。蒋公反共，那不是1天2天的事情。国民党反戈一击，这是肯定的。那想必你也知道，你们的蒋委员长打算正式签署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了吧？知道。新四军正在秘密选择北移路线。这我知道。那如果知道国民党集结路线，对新四军是不是有好处呢？你想用什么来交换呢？既然你那位老朋友曾经是德国军人，那我想知道德国人下一步真实的作战计划。这样，我该知道跟谁做什么买卖。不会是问题。那集结的路线是？
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放心，把你交出去，我又没有什么好处。那要是上峰追查的话，我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如果说这个人私通日本人贩卖情报，一定证据确凿。现在就差一个抓人的借口，等一等，一定会有的。算你聪明。三伯伯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？干什么用？买墓地买墓地？啊！干什么？现在打仗天天死人，有头有脸的人也死了不少。现在法租界还算靠得住，万一哪一天行情看涨呢？你可一点都不像你父亲。他是一心读书，最看不上的就是庸俗的生意。我这不从小受你教诲长大的吗？要多少？要不这样吧，等明天我们在墓地送完了洪先生，我来帮你操办这个事情。不用了，很多事情还是要亲手经办的，要不里面的道道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好。毕宁，建琛是最达观的人，他一向主张火化，跟我说了很多次了。
尽管洪教授在遗嘱里表明他谢绝大型的葬礼，但这个葬礼之巨大，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那天，从早晨到下午，陆续得到消息的学生们自发地来到墓地，来向这位令他们无比尊敬的老师和长辈告别。人群里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明白，这是送洪教授最后一程，也是向日本侵略者发起的一次精神抗争。向我们敬爱的洪建琛教授鞠躬。一鞠躬。二鞠躬。三鞠躬。大师，这个东西一定要连夜送出去。到那儿找一个叫桑霞的人，你跟他提我的名字，酬金我也给你送到府上了。事成之后，我再把另一半给你。好，放心，我已经约了小船，把我连夜送到轮渡上，不会通过任何刑事检查。好的，那这样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。好，你别着急着走，待一会儿再走。先生，这个活。谢谢。不客气。
进。今天的任务太危险，你就别去了。季组长，这不是你一贯的做法。我去给你抓那个黑锅呀。季组长，快送我去医院！我是想当这个处长啊，按你的意思，可我得当汉奸啊。我想想，我这后半辈子都睡不着觉了。你放心，你是追杀共产党的时候牺牲的，我会给你申请勋章，甲种光华，军统最高荣誉，我说到做到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啊！我不知道你做的这事应该咋？哎，这好好。哎，你先看，都快冻死了！全部它都用完了。要不然你让老罗赶紧去买啊！都涨价了，涨价也要买。就少打2000牌嘛，又是生炭火，又是吃点心。看看你3阿哥，这都过年了，连一件新衣服还没添置呢。昨天，
在曾家岩50号，周恩来接待了中外40多位记者和新闻人士，控诉国民党蒋介石对新四军的残杀。《新华日报》昨天首版以全部篇幅刊登出周恩来的题词：千古奇冤，江南一夜，同是操戈，相煎何急。周恩来亲自走向街头，将《新华日报》传给路人。新四军死难者统计工作正在细致展开，期待不日将有详细名单出台。据初步统计，1月4日至14日的叛乱中，叛军新四军9000余人，大多数被歼灭。军长叶挺被控违反军纪，将被押往重庆受审。副军长项英仍在缉拿中。回来了，电报发了吗？发了。朱玉琼在家该高兴啦，没想到我也要做妈妈了。坐。就是工厂条件太差，让你吃苦了。你这么说就生分了。怎么啦？在找皖南事变的新消息？没有，这收音机老是听不清楚，改天我得找时间修修。惦记桑霞啦？妈说她那个时候正好在部队里面。人各有命，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惦记他？桑霞是我们的朋友，朋友生死未卜，惦记是正常的。有人惦记的睡不好觉，还硬说不惦记，那就不正常了。梦楠，我问你句话，你爱桑霞吗？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？还吐得厉害吗？我让厨房准备了鸡蛋羹，我替你取去。我在问你，你想多了，我给你去好吃的去。咱就算再辛苦，也不能饿着咱儿子，对吗？小妞，赶紧把兔子给车间送去。哎，好。嫂子来了。红工在车间呢。哦，那麻烦你交给红工吧。啊，好。那我先去了。谢谢啊。
喂，三伯伯，我是多影。多影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可以帮我打听一个人的下落吗？谁？桑霞。多影啊，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。打仗的时候乱，人都走散了，这样找一个人就相当是大海里面捞针。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？多影啊，桑霞的事情你就暂时不要管了，过好你跟旺南的小日子啊。也许找到了，日子才会过得好。王多影并不知道，三伯伯其实这段时间也一直在担心线人的失踪，三伯伯更是忧心忡忡。他似乎从阴霾的空气中嗅出了危险的气息。有什么话你就快说。最近日本人在租界里的势力很大，我们的处境很危险。民楚跟我抓通共分子的时候牺牲了。我知道，当时就你们2个人吗？是。事发突然，我没有保护好他，您尽可以治我的罪。但是，我有一个要求。民楚是校官，这次牺牲，能不能给他申请光华奖章啊？戚家民，你很卖力。我说话不绕弯子，我一点怀疑你杀死同僚的意思都没有。陈老板，您要是怀疑的话，我季家民无可辩白。说出来的怀疑不可怕，不说那才可怕。行，今年4一大会的时候，给民楚颁发奖励，以资祭奠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死了的那个通共分子叫阿世，是青帮的小角色，这次是临时受雇替他们传递消息。他背后的上线我已经查清楚了，是一个老牌的情报贩子，跟英法德日俄在上海的重要人物都有往来。另外，他跟帮会的人物关系也不错。中央飞机制造厂的总工程师跟他应该算是世交，可以确定，就是他把厂址消息卖给日本人的。另外，这个人公开的身份是一个银行家，替上海很多名流打理财产，我们党内的财务也有请他经手的。这个人动还是不动，请老板指示。那就等证据确凿了再说吧。不过要快。我们党内现在像你这样认真干活的人还真不多。你在这个位子上干的时间也太长了。全凭党国需要。滑头，你的需要党国会考虑的。不过你们组的成绩跟一组相比，可是差得很多。人家可是帮会出身，党票暗杀，样样在行。最近接连铲除了几个大的汉奸，轰动了整个上海。一组的组长在上峰面前可是风光无限。我看你要是想干出点什么的话，得加把劲儿。是。季家明当然不能跟帮会分子相比了。上峰可不管这么多，他们只看成绩。明白。
那下一个路口我就下车了，老板保重。家里都不生火，冻死了。哎呦，哎，我的玉琼太太，你呀就用这个将就着捂捂手吧。哎呦，你都不知道现在呀，就连这个煤球都要抢着跟那个警官预定，还要等他下了班再给你送过来。哎呦，这眼看要过年了，这煤球涨价涨得凶的嘞，连做饭都不够用了。 警察怎么做起了煤球的生意啊？煤炭是管制物资，只有国家公职人员才弄得到。他们这样也是为了发点小财。真会赚钱。报纸您别藏了，我已经看过了。国民政府不承认这个分号，但是新的新四军比以前更强大，人数也是以前的10倍。不承认也好，直接撕破脸，省去了彼此猜疑的麻烦。以后可以专心抗日，凡是不抗日的，都可以视为敌人。你是去想找对我？ 不想，骗人！我最近都睡得不好，我赶着桑霞去部队找你，现在不知他生死。你在部队里的那些同志朋友，你和他们一起吃苦，一起出生入死。 想必你对他们的感情比对我的感情要厚重。这人呢，一起享福的朋友记不住，可是一起吃苦的会记住一辈子的。妈，你是想我走吗？我怎么会想要你走啊？ 我只是想让你跟我说说心里话呀。
南事变之后，你心里不舒服，受了打击。可你走进走出的，像没事人一样。我自己的儿子我都不认识了，也不见你提桑霞。这桑霞在我们家的时候，你桑霞姐长长短短的追着跟着，现在她出事这么多天了，一点信息都没有，你连她的名字都不提。玉琼，你吼我做什么？不是我那个，这冷了吧？要不我给你捂捂手？我去睡了。同学们，大家起来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。听吧，莞尔是大众的街上，看吧，一年年国土的沦丧。我们是要选择战，还是想？主人去拼死在疆场，我们不愿做奴隶而情至上。我们今天是逃离芬芳，明天是社会的动荡。我们今天是选歌在一方，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巨浪，巨浪，巨浪，不断地增长。同学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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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拿出力量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。我们要做主人，去拼死在疆场，我们不愿做奴隶而情至上。我们今天是逃离芬芳，明天是社会的动荡。我们今天是选歌在一方，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。巨浪，巨浪，不断地增长。同学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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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拿出力量，担负起天下的兴